聂怀桑刚才被魏无羡吓得呛了口汤，他连衣裳都顾不得擦，连忙抓紧袖子。哥哥们行行好，饶了我吧。别啊，就这么一点也不够大家分的。碰见江兄和魏兄，尤其是魏兄那样的，一个都喂不饱。被单拎出来提了一嘴的江澄闻言一愣，被点中的重点魏无羡也一愣。众少年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正所谓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不对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也有问题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没错，就这句。拔剑吧，少年们！拔刀吧，聂怀桑！饿疯了的少年们如野犬一般扑向聂怀桑。在蓝忘机进来之时，不知哪个率先发现了蓝忘机，一个、两个、三四五六七个，乖乖地回座位坐好，低头捧着苦药汤，摆出一副真香的样子。食堂瞬间静了下来。魏无羡撇撇嘴，这场混战中谁也没讨到好，饶是天才如他，也只抢到那么一小撮辣椒。这哪儿够？这谁吃得下？魏无羡不怕蓝忘机，苦着脸坐那儿一口也不动。蓝忘机也不知发了什么神经，本来今日他那眼神就不明不白的，现下又偏要坐在魏无羡旁边用饭。蓝忘机突然问道：吃不惯吗？蓝忘机竟然主动搭话。魏无羡指着自己道：你问我？蓝忘机点头。魏无羡说话向来直来直去，此时也不免犹豫起来。他心里纠结，我若答吃不惯，小古板不会找老古板告状去吧？哎，也不知云深不知处进不进辱骂吃食。若我答吃得惯，方才那表现可不像，云深不知处肯定净撒谎的吧？左右都逃不过一罚，魏无羡索性破罐子破摔道：吃不惯，特别吃不惯。我爱吃辣，你们家这个，哎呦，你们家这个养兔子合适？江澄在身后掐了魏无羡一下，本意是警告魏无羡不要乱说话，谁想隔着个人坐的蓝忘机忽然看了过来，说看也不合适，差不多快到瞪的程度了。江澄心道：蓝二看我作甚？蓝忘机收回了目光，不再说话。魏无羡不知蓝忘机的用意，也没再说话，戳了戳碗里的树根，把手里那一小撮辣椒撒进去，囫囵吞了。晚上魏无羡也没再去食堂，他可还记得云深不知处内不可挑食刘胜的奇葩家规，到时再让小古板逮着就不好了。往后几月里这日子该如何过？魏无羡叹气，推开房门，一阵辣香扑鼻。魏无羡想起白日里食堂的经历，这是哪位田螺姐姐？蓝氏食堂男女分开用饭，魏无羡靠着屏风坐，稍一侧耳便能听见后面的声音，很安静，偶尔才有一两句窃窃私语。是女修？魏无羡惊了，竟然是女修！他还未来得及爬上屏风去偷窥一番，便被那菜吸引了视线，而后便是一番混战。蓝忘机来了以后，更是没有机会下手去了。魏无羡看着桌上仅一人份的饭菜，仔细思索着与江澄分享的可能性。姑娘的心意，若是与他人分享，便是糟蹋。那饭菜对身体有益，江澄多吃点也好。思及此，魏无羡将这一桌辣菜据为己有，心安理得地吃了。魏无羡最近有猫腻，江澄和蓝忘机都看出来了。他最近都没有和江澄一起去食堂用饭，他们来姑苏时也未带什么吃食，这几日他却依旧红光满面，活蹦乱跳的，时不时傻笑，好像占了谁的便宜。江澄问了几次，魏无羡不答，也就没再管了。蓝忘机则是在他第三次抓住魏无羡翻女修墙头时，才意识到事情不对的。照理说，魏无羡与他有婚约，理应收敛，但他却依旧勾肩搭背，我行我素，女修照勾搭不误。这桩婚事，他应是不愿吧？不过婚姻一事不可儿戏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若无长辈主持解除婚约，他便会执行到底。蓝忘机抿着唇，将魏无羡从墙头上拎下来，正欲拖走，谁知魏无羡冲着墙那边大喊了起来：姐姐，哪位姐姐每日往我房中送饭？云梦将是魏婴魏无羡在此，谢谢姐姐了。第二日再也没有辣菜送到魏无羡房中。自己兄弟神经了几日后又正常起来，
与自己一道去兰家食堂吃糠咽菜。江澄、江婉莹、江少宗主表示很满意。魏无羡又被罚了，这次由蓝忘机那个小古板亲自看守。魏无羡特别委屈，他承认他有错，他错在信错了一个人。聂怀桑用2袋辣椒面不够他一顿吃的量，骗取了他的信任，换了他1个月的藏书阁面壁。魏无羡撅着嘴，屁股一挪一挪，挨到蓝忘机身边，手肘捅了捅对方肩膀。忘机兄。蓝忘机恍若未闻，他2人既为未婚夫妻，以兄相称实在不妥，以名相称更为妥帖。忘机。蓝忘机耳朵微红，此称又过于亲密。蓝忘机。蓝忘机皱眉。蓝湛。蓝忘机停笔，抬头看向魏无羡，眼神询问他何事找他。只是他显然高估了魏无羡，不是哪个人都如同他的兄长一样，一眼便能看出他心中所想。只见魏无羡往后退了一步，警惕地看着他。你不要这样看我，叫你忘机你不答应，我才叫你名字的。你要是不高兴，也可以叫我名字叫回来。蓝忘机道。魏婴。魏无羡未想到蓝忘机当真唤了他的名，心中升起诡异感，一时反应不过来。把腿放下去。魏无羡听话地把腿挪下去。蓝忘机这句话出来，他那诡异感渐渐消退。也对，这样的蓝忘机才是正常的。魏无羡松了一口气，于是他又开始作妖。蓝湛，问你个问题，你是不是真的很讨厌我？他心里如意算盘打得噼啪响，蓝忘机这个小古板肯定烦他烦得不行，要他继续说话还不容易，最好能把蓝忘机气到撂挑子不干，他也乐得轻松。蓝忘机沉默一阵，魏无羡正待开口，谁想蓝忘机道。不讨厌。啥？蓝忘机认真道。我不讨厌你。魏无羡问出那个问题时，蓝忘机是认真思考了的。他想着魏无羡，心中确实并无厌恶之感。记忆中那个雪白的团子抱着香香软软的闯进他怀里时，虽有惊讶，但的的确确没有把那团子甩出去的欲望。于是他将那团子抱紧，后退2步，尽力稳住身子，护他周全。订婚仪式是迷迷糊糊过来的，蓝忘机努力回忆，虽然听上去有些荒唐，但是看光了别人的身子是一定要负责的。魏婴不该为着寸缕便到处乱跑，而他也不该趁人之危。如今那团子也长成了个翩翩少年郎，性子不羁，虽犯错不断，比起那团子却更招人喜欢，世家子弟们都围着他转。因此应当是不讨厌的。蓝忘机再度确定心中所想，他这边心思百转千回，魏无羡那边却笔直的可怕。魏无羡被蓝忘机接连不断的异常反应吓得连连后退，心中诧异，小古板今日莫非吃错了药，怎地反应如此奇怪？随即他顿悟，蓝湛他是在报复我。这几日蓝忘机被他欺负得紧了，便日日想着反击报复，欲将这几日之辱通通加还与他。魏无羡越想越觉得是那么回事。说实话，蓝忘机要报复，魏无羡心里还真没什么底儿。他麻溜地收拾东西，寻了张离蓝忘机最远的桌子，老老实实地滚去抄家规去了。等蓝忘机回神，魏无羡已经缩在角落里，离他远远的了。蓝忘机与魏无羡讲话时，总有些跟不上对方的感觉，魏无羡亦然。当然，若真能被下一次就能听话，乖乖巧巧不惹事，那就不是魏无羡了。没过一会儿，魏无羡打了几个滚，又蹭过去，一刻不停地叨扰蓝忘机，试图把他气走。蓝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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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，你叫一遍即可。我就要叫你能奈我何。蓝湛，蓝湛，蓝湛。蓝忘机红了耳朵，没有再回话。他2人有婚约，此时贴得近，少年清朗的嗓音一声声唤着他，像是在调情。魏无羡叫腻了，蓝忘机依旧没有搭理他，他觉没趣，收了声，抬眼便看见蓝忘机红透了的耳垂。魏无羡笑翻到桌底，哈哈哈哈！蓝湛，你怎如此不经斗？那日我俩不过拉拉手而已，你都要羞一羞，如今更是让人叫了几声名字便臊成这样，你日后该如何娶妻？谁会要你？谁想蓝忘机反问道：你不会吗？
两人沉默半晌，谁都没有再说话。魏无羡艰难开口，问道：望基兄，这玩笑不能乱开。蓝忘机抿唇，脸色有些难看。